专辑名字说我们要启程去参加一个旅程，这个旅程真的有带我们去某一个地方吗？还是我们只是在绕圈圈？我觉得第一首就是整张专辑最好听的歌曲，高尔宣跟李浩维是一个很好的搭配，他们出现在同一首歌里面真的是很合拍，也让我想到高尔宣前一张专辑里面的《斗》这首歌，那首也是整张专辑比较出色的一曲。在《Matters》这首歌曲里面，高尔宣算是在反思考自己的生涯规划，然后他在这个音乐圈里面的定位，还有说这些事情到底值不值得这件事，然后到了最后，这些事情真的有关系吗？然后《Somebody Else》这首，如果你想听一首比较通用、没有特别明确的对象的恋爱歌曲，我很推荐这首。它的旋律真的是很好听，高尔宣真的是很会做旋律。我的意见就是，我曾经说过，我很喜欢高尔宣的这个风格，我希望可以听到更多高尔宣用这个风格去唱歌，但看起来每一张专辑好像只是限定一首，我觉得非常的可惜，算是一点屈才。这首歌基本上就是在做 flex， 然后也是面对酸民，但是整首体验只是很不错。我都不得不说，大部分的歌其实都是很好听。高尔宣很会唱歌，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不是针对他的才能，因为他很明显就是是他真的很厉害，饶舌很好，唱歌很好，他的能力都非常好。这个说完，其他东西可能是我会稍微一点扯远。这张专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首不好听的歌，但是也没有一首特别出色，让你对这张专辑非常印象深刻，或者让你觉得哇，这首歌我一定要，或者让你觉得这首歌我一定要分享给别人。听完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哦，原来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一首歌开始变得很模糊。我听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会开始觉得现在这首歌跟前面的这首歌好像差不多，歌词之间没有太大的辨识度。整张专辑的编曲保持一个一致的风格，这样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，但是每一首歌开始听起来就很像，我觉得这种事情不是很理想。整张专辑的 MV 大部分都有学这个象征，但这个象征几乎没有出现在歌词里面。我只能觉得高尔宣本来可能想用这个来表达观众的期待给他的压力，让他开始感觉自己真正是被淹没。但我觉得最后做出来感觉就是没有很完整，歌词里面基本上都没有在讲什么特别的事情。其实这张专辑感觉本来就是想做一种比较浪漫的风格。他当时的另外一半，其实到现在的另外一半就是瑞的，当时也有一些关于这段关系的绯闻，然后只引起很多观众对他们的愤怒。他在前一张 EP 里面有表达自己没有做错什么，大家都误会了他的人品，最后决定不再管观众的意见。但是到了这张偏浪漫风格的专辑，他突然没有一首爱情歌可以让你确切的说这首歌是关于瑞的。第一张专辑明明有这么多爱情歌，而且他也开始慢慢接受自己比较像是 R&B 歌手的定位，所以我听的时候只能一直想他跟瑞德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。因为我感觉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，就是他是唱给不同的女生，我只觉得瑞德在这张专辑完全没有什么痕迹，所以他们到底那时候有没有在交往？当然，这也可能只是一个保护私人生活的决定，不想分享太多。但我觉得一定会对他的作品产生一些影响。然后我现在的老婆，但当时我猜应该是他的女朋友，他也是一个艺术人，只是他也很有名，也一起组成过一个乐团。所以不讨论他，真的是在保护他私生活吗？我感觉应该就是有另外一个原因。我觉得很难完全把音乐跟私人生活拉开，因为私下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多少影响到你的作品。
不过大部分的时间，我都感觉高二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还是特别想说什么。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他只是做一张专辑来赚钱。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当然我不能说什么，这不是没错。我们毕竟都需要饭碗，每个人都需要吃饭。我是谁能说这样子不行？但是从听众的角度来看，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一件好事。为什么我也这么认为？每一首歌超过3分钟，主题很散。听的时候，我一直不知道高二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它的官方描述是写成我们会去一个旅程，然后我猜那个旅程意思就是我们要了解他的生活，然后他从不红到红之后的影响。但是这个专辑完全没有在做这件事情。我听完之后，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张专辑很容易忘掉。听完之后，完全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印象深刻。另外，我猜高二选可能已经慢慢放弃嘻哈饶舌歌手这个形象，越来越明显，他可能是比较适合做 R&B， 然后偶尔出了一些饶舌、一些嘻哈歌曲。但是我觉得他最主要就是 R&B 歌手，这本身不是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嘻哈歌手、R&B 歌手，这不是一个问题。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怎么会找自己一个嘻哈饶舌歌手，然后你出的作品都80%都是 R&B。 对，然后就是回来刚刚提到的就是旅程，我从头到尾都感觉自己没有真正进入到一个旅程。可能他做这张专辑的时候真的是有这个感觉，但是我觉得表达出来是完全失败了。这张专辑完全没有打动我。高二选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，但是我觉得他的音乐开始失去实质，也开始失去重点。总而言之，我到最后还是不知道我们到底参与了什么旅程。大部分的歌词好像都只是随便针对一个我觉得是不存在的女生。整体评分6分，不得不说歌曲很好听。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意见的话，记得留言、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分享。我们下次见。